FAST 等 AIMD 软体不会有任何分子相关的资讯，要由使用者一个个分。如果你的系统有上百颗原子，要怎么知道哪些原子属于同一个分子？因此设计 Molecule.py，目的是让电脑自动分类分子，让后续的资料处理和分析变得更加轻松。而且，我之后说明的其他程式读取分子资讯的格式，用的也是 Molecule.py 跑出来的结果。这代表用 Molecule.py 处理好一次，就能够在整个工作流程中被顺畅地使用。Molecule.py 只接受 postcard，如果只有 xdata_card 的话，请用 xdat to pos.py 取出 postcard。如果是容积化结构这种结构比较稳定的系统，那取第几步 postcard 都没有关系。如果是做界面反应，那一定要取第一步的 postcard，因为随着反应进行，分子开始断裂，变成一堆碎片。到时候，程式无法判断这些碎片原本是属于哪个分子。以下用容积化结构来做范例，其系统如此所示，含有 EC、EMC、PF6、TFSI 和 Li。使用 Molecule.py 读取 postcard。由于容积化结构通常需要分析所有的原子，只需要输入 ALL，程式就会自动选择所有的原子。现在程式会询问是否要修改预设键长，这次我们先不修改，使用预设值就可以了。这样就会产生 molecules.csv 的档案。打开来看，会发现它并没有按照分子种类排列。为了方便后续操作，要将这些分子按照种类重新整理。在这里我就不一个一个改了，直接秀已经整理好的。档案整理后会长这个样子，里面会有 EC、EMC、PF6 跟 TFSI， 还有 Li。这个名字可以自己取，在前面加上 MOL 的标记。有了这个整理好的档案，就可以开始进行后续的分析，如分类 SSIP、CIP、AGG、界面反应或 Bether Charge 的分析。各位有没有想过，程式是怎么判断原子之间是否形成键结的？是透过键两端的原子来决定。若距离小于程式的预设值，就会被判定键结。例如 ，CC 键的预设值是2.016 angstrom，若两个碳的距离大于2.016 angstrom，就会被判定断键。同理 ，CO 的预设键长是1.86 angstrom，若大于1.86 angstrom 的话，就会被判定断键。修改键长的方法有两种，一种是在互动界面中输入，另一种是写一个设定档来输入。一样使用容积化结构的模型，并设定 PF 键的键长为 1.0 angstrom 来作为例子。首先使用互动界面，我们先更改它的输出档名为 Molecule New。在这里修改预设键长，我们就输入 Y， 然后打 P 减号 F 空格 1.0， 将新生成的档案和旧档案来进行对比。因为零和负的距离都大于 1.0 个 angstrom， 所以新档案全部都被判定成不同的分子。再来示范使用设定档修改键长。先建立一个新的档案 bound， 然后输入 P 减号 F 空格 1.0， 接着在执行指令时，在后面加上 bound 标签，并且提供刚刚写好档案，同时修改输出的档名。
这样子程式就不会显示刚才的互动界面，直接读取这个档案，并且把零跟符的判断标准设定成 1.0 angstrom。这个的方法好处是会留下记录，在后续分析时也可以做使用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来看它最新生成的档案，跟刚才生成档案来做比较，就会发现生成的结果是一样的。界面反应除了电解液外，还有锂金属和氦层。不过，如果把这些原子全部纳入反应分析，不仅会拖慢计算速度，还会让化学键的断裂与形成有许多锂参与，无法清楚显示电解质碎片。因此，只纳入溶剂和盐类的阴离子。电解质内的锂离子只是作为电荷平衡的角色，因此忽略掉。所以在这个系统中，只要考虑碳、氢、氧、氮、硫、氟、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进入实作，使用 molecule.py 并且引入一个 postcard， 输入碳、氢、氧、氮、硫、氟、磷。这个顺序并不重要。这样子就可以生成一个仅含有溶剂跟阴离子的 molecules.csv 档。接下来要来示范 molecules.csv 的其中一个应用，侦测原子周围的环境，也就是它附近的元素种类和数量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可以看到 EC 中心的碳被3个氧所包围，除了用肉眼之外，还可以使用 neighbor.py 来分类。这个是我们要读取的 molecule.csv 档。使用 neighbor.py 引入 postcard， 挂上 molecules 标签，并且引入刚刚所介绍的 molecules.csv 档。选择所有原子，并使用预设键长。在程式执行之后，它会生成一个 neighbor.csv 的档案。打开这个档案，我们可以看到碳它有2种分类，一种是周围有3个氧的碳，也就是所提到的这一个。然后另外一种呢，是有1个碳、2个氢、1个氧的碳，也就是这2颗。这个呢，在 RDF 可以有用处，好比说想要看 CO 双键氧和 CO 单键氧个别的 RDF，就可以直接把这一行复制贴过去，即可进行计算。从如何用 molecule.py 自动分类分子，到如何应用它来进行环境分析，希望这样能够帮助大家在处理 FASP 数据时，省下大量时间和手动整理的麻烦。本影片到此结束。